楚风，进展如何？洪强看到楚风也是异常欣喜，非常的亲切，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很是热情与高兴。前辈，这些可够？楚风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块硬封寒冰，这块硬封寒冰不过巴掌大小，但却是洪强所需要的量。当然，假如这个量不够的话，楚风还有，毕竟他如今拥有的硬封寒冰，可是相当于一个硬封古村所掌握的量。够了，已经足够了。真是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能成功，是偷盗的吗？没有遇到危险吧？然而，对于楚风所展现的成果，洪强是非常满意的，甚至他都没有想到楚风能够这么快就拿到硬封寒冰。但是高兴之余，他却也很关心楚风，怕楚风获得这硬封寒冰的途中遭遇磨难。这事情的经过倒是有些波折，不过倒并非是偷的，而是硬封古村的村长赠给我的，所以前辈可以放心使用，我们用的心安理得。楚风说道。赠的。听得此话，洪强更加意外，随后又很是赞赏的点了点头，说道：你小子真是超乎我的想象，那硬封古村是硬封寒冰为至宝，拿性命都换不到，别说其他至宝了，而你小子居然获赠这么大一块硬封寒冰，真是不可思议啊！洪强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赞赏了，还有着深深的佩服。他知道，就算是换做他去，也不可能有楚风这样的成果，他最多就是用自己的手段，在硬封古村偷走硬封寒冰而已，绝对不可能获赠。洪强前辈，这深海红珍珠并没有用到，还给您吧。楚风将那深海红珍珠拿了出来，本来这是洪强让楚风偷到硬封寒冰后，将这深海红珍珠留下，用来补偿硬封古村，但是楚风如今并没有用到这深海红珍珠，所以自然要物归原主。你一路如此辛苦，这个就送给你，当做补偿，别推辞，一定要收下，否则那莲花种子我就不给你了。洪强以玩笑的语气道，而他的目的自然不是不给楚风莲花种子，只是想让楚风留着这深海红珍珠而已。那好吧，楚风就多谢前辈的好意了。洪强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楚风真是无话好说，只好将这深海红珍珠收了起来。前辈，我们什么时候对付那烈焰铁莲花？楚风迫不及待的想要解决烈焰铁莲花，拿到莲花种子，然后好前往界尸联盟。着急了？洪强笑着问道。是有一点。楚风点了点头。哈哈，我知道你小子为什么着急。洪强说道。前辈知道？楚风有些意外，心想莫非这洪强知道东方地族率领大军前往了界尸联盟之事，是因为这个吧？洪强说话之间，将一个邀请函拿了出来，而这个邀请函是青木山发出的，并且那上面这是写着4个大字：九世狩猎。落叶竹林也受到了九世狩猎的邀请，那洪强前辈准备去吗？楚风有些意外，没有想到落叶竹林也受到了邀请，但这对楚风来说可是好事一件，毕竟洪强是他这边的人，若是在青木山内出了什么事，洪强绝对会帮他的，所以楚风很关心洪强会不会去，毕竟洪强若是能去，那么楚风也算是多了一份底牌。我喜欢清闲，不爱搭理这种事，也不在乎那些大势力对我的看法，反正我老哥一个，没有顾忌，也不怕他们敌视我。事实上，在制服这烈焰铁莲花之后，我就准备离开落叶竹林，不过这一次九世狩猎既是青木山举办的，那我倒是会去一次，不为别的，只是想替你小子鼓鼓气。洪强虽然他把话说得很含蓄，但是却透露出了他的目的，他准备去参加这次的九世狩猎，而目的就是替楚风撑腰的。多谢前辈，前辈对晚辈是真心好。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谢什么？你大老远的从东方海域过来，无依无靠的，我本就应该多照顾你，所以你放心，只要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又是对你有益的事，我都会去做。洪强笑着说道。前辈对我这样好，晚辈真是无以为报，但若楚风日后有能力了，一定会报答前辈。楚风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哈哈，我相信你小子，你小子是值得信赖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现在就对付烈焰铁莲花。洪强将硬封寒冰接过，便向那封印着那烈焰铁莲花的地方行去，而楚风也是紧随其后。楚风在这里等我就好，等下我需要解封烈焰铁莲花，难免一番大战，我怕会牵连于你。来到那坐置放水晶棺材的地方后，洪强让楚风止步。好，那晚辈就在这里等前辈。楚风并未强求，点了点头。烈焰铁莲花不好对付，但我如今有硬封寒冰在手，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掐算好时间，假如我1个时辰之后还没有出来，你就赶紧离开，不只是离开这里，而是离开落叶竹林，能走多远走多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若是1个时辰之内我无法击败烈焰铁莲花，那么败的就一定是我。烈焰铁莲花被我封印这么久，戾气极盛，若是让他脱困，定会大开杀戒，恐怕所过之处将生灵涂炭，寸草不生。洪强嘱咐道。晚辈明白。楚风再度点了点头，但却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果然如他所料，就算有硬封寒冰在手，洪强也没有100%的把握制服烈焰铁莲花。洪强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搏一个机会，博得一件宝贝。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富贵险中求，想要成为人上人，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此事定下之后，洪强便离开了，进入了那封印烈焰铁莲花的地方。而为了楚风的安全，他一路走来还特意布置了防御结界。那防御结界不是防止楚风踏入其中的，而是防止烈焰铁莲花从中逃脱的。他是怕出现意外，所以才布置这些结界。这些结界能够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为楚风逃脱争取一些时间。而在洪强离开之后，楚风也没有闲着，他又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块硬封寒冰。这块硬封寒冰有2个巴掌大小，
是洪强拿走的1倍之多。楚风取出这块应风寒冰之后，将它放在地上，随后便运用结界之力，以这应风寒冰为中心，勾画结界阵法。这是一种封印阵法，叫做封印之剑，是专门用来封印烈焰铁莲花这种天地奇物的。这封印之剑非常神奇，也许连洪强都不知晓这样的阵法。而这样的阵法，自然并非楚风自己所得，乃是楚风在90神图中所得到的。万事皆有两面，这封印之剑既然如此神奇，自然也就难以掌握。寻常的黄袍界灵师若要学习此阵，怕是极难。但是楚风拜那位工地传人的一缕气息所赐，已经熟练的掌握了90神图内的所有神奇阵法，包括那最为厉害的界灵破风阵，楚风都能够随意的施展。而这封印之剑对于楚风来说，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半个时辰，只是半个时辰，楚风便将这神奇的封印之剑布置完成。完成之后的阵法化作了一把长达10米的巨型长剑，而在楚风的催动下，它又急速变小，化作了不足3尺大小，落在了楚风的手中。这正是这阵法的神奇之处，阵如其名，乃是一把可以伸缩的剑。这封印之剑与传统的封印阵法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一种进攻性的封印阵法，只要将它刺入天地奇物的体内，就会将天地奇物的力量大大的封印。就在这时，一声巨响自地宫深处传来，整个地宫都是随之剧烈的晃动起来。而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打洪强进入其中，这样的轰鸣便不断传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轰鸣已是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到如今已是开始连绵不断的响起。楚风知道洪强与烈焰铁莲花的争斗已是愈演愈烈，那方空间定然已是化作火海与武力的世界，如同地狱一般恐怖。楚风很想尽快去帮助洪强，但他却并没有急着行动。洪强给他的时间是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若洪强没有出现，才让楚风逃。也就是说，洪强有自信在1个时辰之内击败烈焰铁莲花，所以就算楚风要帮忙，也不能太过着急，否则他怕洪强会不高兴。而现在楚风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只有等到那1个时辰将到之际，而洪强还没有出现之时，楚风才能出手。这个时候出手，才能显得楚风相信洪强，但同时也能救了洪强。洪强才不会怪楚风擅作主张，不听他的话。而假如1个时辰还没有到，洪强便出现了，那说明洪强已经凭借自身的实力制服了烈焰铁莲花，这就无需楚风出手了。而这样的结果也正是楚风所期望的，但楚风就是害怕事与愿违，害怕洪强无法制服烈焰铁莲花，所以他才做出了封印之剑，在意外发生的时候用来扭转战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岩洞深处传来的轰鸣越来越响，洞体的摇晃也是越来越剧烈，仿佛这本坚固无比的岩洞随时都会崩塌一般。而身在此处的楚风感觉时间过得非常之慢，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致命煎熬。他真的很担心意外发生，担心洪强连1个时辰都撑不过去，那样一来，楚风既救不了洪强，自己也要大祸临头。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1个时辰的时间已经将到，虽然洪强还没有出现，但那战斗却还在继续。前辈，您为晚辈的安危着想，晚辈自然也就不能置你于不顾。也许我的行为会违背您的意愿，但就算您会生气，可晚辈也必须与你并肩作战。楚风话到此处，握紧手中的封印之剑，便向洪强与那烈焰铁莲花交战的地方飞掠而去。不过楚风前行之路却也不顺，不顺就不顺在洪强布置的防御结界。那防御结界虽然是用来阻挡烈焰铁莲花的，但却也间接的阻挡了楚风。不过可能是因为二者交战太过激烈的缘故，那些防御结界也都受到了波及，力量大不如前。再加上楚风如今也是黄袍界灵师，并且掌握多种神奇阵法，所以哪怕洪强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但是楚风破解他布置的结界阵法也是不难。终于，楚风破开层层结界，来到了那封印烈焰铁莲花的地方。可是，楚风刚刚进入这座浩瀚如一座天地的岩洞，便听到了刺耳又恐怖的怪吼声。顺着怪吼观望而去，楚风顿时则是眉头紧皱起来。此时的情况的确非常的不悦观。烈焰铁莲花已经解开了最初的封印，他的力量已经得以施展，而他那巨大的身躯几乎不小于90神图内那9只恶灵所凝聚的魔神，太可怕了！一只巨大的莲花在这空间肆虐，那等场面简直比那尊魔神还要恐怖。而楚风也发现，烈焰铁莲花的身上还覆盖着一座阵法，那是封印阵法，带有应风寒冰气息的阵法，显然是洪强所布置的。这座阵法的确封印住了这烈焰铁莲花的一部分力量，但哪怕如此，这烈焰铁莲花的气息也是非常的强大，甚至不比那尊神魔弱上多少。而这恰恰说明了烈焰铁莲花的恐怖。倘若没有洪强用应风寒冰所布置的这座封印阵法，楚风绝对相信这烈焰铁莲花的力量将会超越那尊神魔，甚至踏入武帝也不是没有可能。楚风，你怎么来这了？快走！这烈焰铁莲花快要大成了，我不是他的对手。忽然之间，洪强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楚风也是找到了洪强的身影。此刻的洪强漂浮在那浩瀚的岩洞深处，浑身上下金芒四溢，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身躯竟然扩大了10倍。此刻的洪强根本不像是凡人的身躯，更像是一个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的战神。可哪怕如此，洪强与那烈焰铁莲花的超然体积相比，还是小了太多，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忽然之间，又是一声怪吼响起，那烈焰铁莲花身躯移动，磅礴的火焰如同火海一般，顺着虚空向楚风压迫而来。他在发现楚风之后，竟然毫不犹豫地对楚风出手了。他的戾气果然极重，杀心太盛，
仿佛不容许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出现在他的视线一般。该死！而这一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哪怕他已身为黄袍界灵师，哪怕他已能与三品半帝一战，但是面对此刻烈焰铁莲花的攻势，楚风却是无能为力，毫无办法，只能等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却忽然挡在了楚风的身前，那是红强。红强此刻的身形虽然不及烈焰铁莲花那般遮天蔽日，但却也如同巨人一般。他挡在楚风的身前，楚风先前所感受到的那种危机感不仅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抹安心。而事实上，红强的确很强。他先是袖袍甩动，随后一拳轰出，直接打出了一道禁忌武技。那禁忌武技为暗黑之色，如同黑色的浪花一般滚滚翻腾之间，与烈焰铁莲花的攻势交织在了一处。而当一黑一红两种涟漪无分伯仲肆意之际，红强已然成功的将烈焰铁莲花的攻势给挡了下来。楚风，你快走！这铁莲花太强了，我在他身上加持的封印正在逐渐减弱，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强，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红强再度说道。红强前辈，用这个试试。楚风二话不说，摇手一变，将手中那3尺不足的封印之剑化作了长达10米的巨型长剑，丢向了身前的红强。什么？听得楚风的话后，红强有些不解，但还是下意识的回过头来，看向了楚风。这是……而当他看清那把封印之剑后，顿时神情一变，大吃一惊。红强被惊呆了。当看到封印之剑的那一刻，他就感受到了这把剑的厉害之处。震惊之际，他又看了一眼楚风，对楚风投向了刮目相看的目光。尽管他也不知道楚风是从哪里搞到的这把剑，但是他知道这把剑能够帮他的大忙。红强此刻也不废话，抬起手来接过封印之剑。当二者近距离接触，亲身体验到封印之剑的力量后，红强的嘴角也是洋溢起一抹自信的笑意。就在这时，又是一声怪吼响起，那烈焰铁莲花再度发动了攻势。这一次不仅仅是火焰那么简单，自他的体内竟延伸出无数根粗壮的花藤。这花藤满是荆棘，异常巨大，每一根都如一条缠带火焰的巨蟒一般，携带弄了的杀气奔腾而来，气势非凡。可就是这样的攻势，红强却是不以为然，手持封印之剑一路披荆斩刺，迎难而上，最终竟杀到了烈焰铁莲花的近前。找死！在红强接近之后，烈焰铁莲花竟难得的发出了一句人类的语言，尽管这语言是如此的不清晰，但却含义十足。由此可见，他对红强是多么的恨之入骨。我就是来送死的，有本事你就杀了我！红强微微一笑，嘴角扬起了挑衅的弧度，脸上更是扬起了一抹风轻云淡，仿佛他已经看破生死，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忽然，红强脚下步伐一变，踏出道道涟漪，武力四溢之间，他施展出一种禁忌武技，化作一道流光，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射向了烈焰铁莲花。烈焰铁莲花再度发出怒吼，浑身上下竟然火光四射，一层又一层汹涌而可怕的火焰浪花排山倒海一般自其体内汹涌而出，就如同一个超巨型的火山爆发了一样。但是它所散发的威势可远非火山爆发可比，那简直是可以吞噬一切的火焰，能够淹没所有具有生命之物。而红强自然也被淹没了其中，并且早就不见了踪影。但最可怕的绝非如此，而是那排山倒海的火焰浪花此刻也正在向楚风奔腾而来。如此距离之下，楚风能够感受得到，这火焰浪花比之先前的火焰还要恐怖数倍。这一次烈焰铁莲花真的是动真格的了，难道说我楚风要死于此处？看着那如此恐怖的火焰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自己奔涌而来，说楚风不害怕，那绝对是假的。不，我相信红强前辈他定能获胜。但哪怕如此，楚风也没有选择逃脱，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那样看着迎面来的滔天烈焰。先不说他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红强。在红强出手的那一刻，他在红强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种自信让楚风坚信红强定然能够击败烈焰铁莲花。哪怕眼下的情况他们已是岌岌可危，但楚风还是坚信着红强，哪怕以性命为赌注，他也坚信着。果不其然，就在那烈焰浪花距离楚风已是不足100米，那热浪已经让楚风的皮肤开始融化之时，在那火海的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是烈焰铁莲花的惨叫。不止如此，在烈焰铁莲花发出惨叫之时，那将要接近楚风的烈焰浪花也是如同凝固了一般，突然停滞不前。这种停滞只保持了一瞬间，便开始倒涌而退，向回涌动而起。本已快覆盖着浩瀚岩洞的火海忽然向后倒涌，这场面不得不说是相当的壮观。而当火海彻底消失之际，烈焰铁莲花以及红强的身影则是再度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此刻楚风能够看见红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体积大小，这样的身材在烈焰铁莲花的面前可谓相当的渺小。可就是这样渺小的身影，却是拯救了楚风的根源。红强的四周萦绕着一座如漩涡一般的阵法，这阵法具有不俗的吸力，正是这阵法将那火海给吸收的一干二净，从而才救了楚风一命。而在观烈焰铁莲花虽然超然的体积不减，可身上的火光却暗淡不少，气息更是退化了甚多。好剑！就在这时，红强缓缓开口，嘴角洋溢着一抹得意的弧度。而听得此话，楚风才发现那把封印之剑已经插入了烈焰铁莲花的体内，并且烈焰铁莲花之所以会如此之弱，也全都是那封印之剑的功劳。小鬼，你该死！是你给了他这把剑，不过你别得意，我看出了你的欲望，我知道你为何来此。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注定白来一场。烈焰铁莲花忽然看向楚风，以极为凶狠、满含戾气的语气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而此话过后，他的身体便开始急速缩小，一股怪异的力量也开始在其体内形成。前辈，他要毁灭莲花种子。楚风发觉了不妙，赶忙提醒红强，毕竟能够阻止烈焰铁莲花的唯有红强。放心，有我在，他休想得逞。红强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自也发觉了烈焰铁莲花的变化，所以当楚风提醒他的时候，红强已然双手急速变化，凝聚出了一道特殊的阵法，并且当其双手张开之际，那结界已然覆盖在了烈焰铁莲花的身上。那阵法极强，不是封印阵法，而是攻杀阵法。红强在扼杀烈焰铁莲花的生命。可恶的人类，你们不得好死！烈焰铁莲花发出了最后一声怒吼，虽然身体仍然在缩小，可他的气息却不在了，生机已然不见，他死了。烈焰铁莲花已经被红强斩杀，剩下的只有那具价值不菲的身躯，也就是红强梦寐以求都想得到的烈焰莲花铁。终于，烈焰铁莲花停止了缩小，准确的来说，是烈焰莲花铁停止了缩小，这便是烈焰莲花铁。楚风走到近前，发现此刻的烈焰莲花铁与之前完全不同，减少的是那股戾气，增强的是一股质感。没错，耗费了这么多年，我总算是得到了它。不过，烈焰铁莲花在最后关头用尽自己的所有力量，想要毁掉自己的种子。虽然我竭尽全力阻止了它，可是这莲花种子还是被封印了。红强将烈焰莲花铁打开后，的确出现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燃烧着炙热的烈焰，蕴含着非常浓郁的天地能量。不过可惜，就如同红强所说，此刻它被封印了。若是打不开这封印，就算是楚风也无法将其炼化。楚风，真是抱歉，虽然不知为何你这么想要这莲花种子，不过这莲花种子被封印到了这种地步，绝对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的确是无法要了。这样吧，为了补偿你，这烈焰莲花铁你我平分。红强有些惭愧地说道，在他看来，这莲花种子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如今又被封印，那就是一个单纯的摆设品，所以他很惭愧答应楚风的事情没有做到，于是他想用烈焰莲花铁来补偿楚风。前辈，这封印应该是可以破解的吧？相比于红强，楚风倒没有太多的情绪，天下封印皆可破解，不过这莲花种子的封印乃是烈焰铁莲花在最后关头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将其封印的。这么说吧，如果烈焰铁莲花再与我僵持，我也是要费一番力气才能将它收服的，但正因他想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毁灭这莲花种子，才给了我可乘之机，才让我能够尽快的将其解决。所以这个封印很棘手，我不瞒你，现在的我还不具备解开这个封印的手段。红强惭愧的摇了摇头，我有一个阵法，也许能破解这莲花种子上的封印，只是这阵法对结界之力的精纯度要求很高，怕是需要前辈帮我。楚风说道。什么阵法？红强有些惊讶的问道，但同时也有着一丝怀疑，他并不觉得楚风掌握着能够解开这封印的阵法，毕竟就连他也是无能为力。这座阵法，楚风说话之间探出手来，对着虚空便是一阵勾画，很快的一座阵法的图案便如同星辰一般，光芒闪闪的浮现在了红强的面前。这不仅仅是一座阵法的形状这么简单，还记录了这阵法的玄妙之处，还记录了该如何布置这座阵法，并且记录既详细又简洁，让红强这样的高手一眼就看出了全部，只要多加钻研片刻，就可以彻底掌握这阵法的奥妙所在。你等一等！看到这阵法图，红强被惊呆了，惊的目光舍不得离开那座阵法图。他对楚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双眼开始放光，竟施展出了一种特殊的观察手段，开始认真的观察楚风所勾画的阵法图。楚风知道红强是在学习这座阵法，于是他就站在一旁，也不说话，不去打扰红强，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因为楚风知道这座阵法红强若是施展，定然能够解开莲花种子的封印，那样一来，烈焰铁莲花这最后的封印也就等于是白白费力一场。事实上，若是楚风自己来解封，也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的只是重文级的黄级结界之力，所以解封这莲花种子的时间可能要很久。但若换做红强，那就简单多了，至少红强用这阵法来解开莲花种子的话，速度上会比楚风快很多，所以楚风才让红强帮忙。了不起，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洪某人钻研结界之术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神奇的解封阵法，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那把剑，是你给我的那把具有封印之力的剑。许久之后，红强终于再度开口，并且在他脸上挂着又吃惊又兴奋的神情，他显得很是激动，就如同发现了一件难得一见，甚至举世无双的宝贝一般。而事实上，厉害的阵法对于界灵师来说就是一件宝贝，所以也就难怪红强会有此刻的反应。楚风，莫非那把剑也是你做的？忽然，红强看向了楚风，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一种令其再度震惊的可能。不瞒前辈，那的确是晚辈做的，还望前辈不要怪晚辈擅作主张，没有听您的话按时逃离，反而来了这里。楚风说道，这是哪里的话？若不是你来，我已经死了。你是救了我的命，我怎么可能怪你？红强不但没有怪罪楚风，反而满满的都是感激。楚风，这么说来，你已成为了黄袍界灵师？红强再度问道。他知道那把封印之剑，除了黄袍界灵师，绝对凝聚不出来。楚风点了点头，想不到到头来我还是低估了你小子。红强不由感叹，但却是满面笑意。他是替楚风感到高兴，但更多的却是刮目相看。前辈，这阵法你已掌握，
楚风问道：“你刻画的如此详细，若是这样，我都无法掌握，那我真是白活这么多年了。”洪强笑道：“那前辈，这阵法能否解开莲花种子的封印？”楚风再度问道：“能，不过需要一些时日。算一算的话，我若全力而为，9世狩猎的时候，也许能够解封。只是楚风，不知道你为何对这莲花种子如此的看重？你该不会是惦记着这莲花种子内那些天地能量吧？”楚风，这些能量虽浓，但可是非常狂暴的，是根本不可能被炼化的。你可千万不要打他们的主意啊！”洪强说道。“前辈放心，晚辈不会做冒险之事。”楚风笑着说道。他的确是需要莲花种子内的天地能量，但是他怕洪强担心，所以才这么说。这样一句话说得很是原话，他并没有否认具用那天地能量，但同时也不会让洪强担心。毕竟对于楚风来说，炼化这莲花种子本来就不是冒险之事，有神雷在，就算再狂暴的能量，楚风都可炼化。那就好，那就好。果不其然，听得楚风这么说，洪强才放下心来。前辈，那这莲花种子就麻烦您了。晚辈现在有事，需要前往界师联盟一趟。9世狩猎之时，我们在于青木山相见吧。楚风一直担心界师联盟的情况，而眼下此处的事情已经解决，楚风自然要尽快赶往界师联盟。想不到你小子和界师联盟还有渊源。好，你有事就去忙吧，不过切记要小心一点。洪强提醒道。晚辈会的。楚风抱拳施礼，便转身就此离去。洪强没有送楚风，而是一直待在此处，待得楚风的气息彻底消失之后，他才缓缓开口：“东方海域的天路与众不同，相比于其他3座海域的天路，凶险数倍。都说能够通过那条天路的年轻人都必成大器，今日一看，还果真如此。楚风，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你以东方海域之人的身份，在武之圣土这座舞台大放异彩。”说这番话的时候，洪强满面的期待。洪强对自己如此的期待，楚风可并不知晓，他眼下脑海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赶到界师联盟。他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界师联盟可能有事发生，最主要的是他在90神图内所获得的阵法之中，还发现了一座特殊的阵法。这是一种专门克制反噬之痛的阵法，并且只要掌握奥义，其实施展起来也并不难，能够在短时间内布置而出。楚风觉得这种阵法也许能够帮助苏美缓解那种反噬之痛，若是真的有用的话，那么将这个阵法传授给苏美，待得苏美反噬之痛袭来的时候，将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急切的心情之下，时间便显得特别漫长。尽管这已经不是楚风第一次踏上前往联盟领域中心的路途，但这一次却显得格外的慢。不过好在，经过一番漫长的煎熬，他还是抵达了目的地，来到了界师联盟。因为如今楚风身份的特殊性，再加上苗人龙给了楚风界师联盟的通行令牌，所以楚风可以自由出入界师联盟。而刚刚踏入界师联盟，楚风便感觉到所有人的情绪都很不对劲，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自每个人的身上散发而出。直觉告诉楚风，不管是不是因为东方地族之人，界师联盟的确是有大事发生了。忽然，阵阵刺耳的钟声自界师联盟的深处传来，楚风知道那个地方，那是一座广场。当日小美与左天尊来挑战界师联盟所用来比拼的地方开始了，快快快！当这个钟声响起之后，无论是界师联盟的长老还是弟子，都纷纷放下手上的事情，急速的向那钟声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是我师兄，等一等！见状，楚风一跃而起，将一位赶路的界师联盟弟子给拦了下来。就算去看热闹，楚风也必须先搞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我擦，找死啊！挡我的路干吗？是你！那位弟子被楚风挡了下来，气得暴跳如雷。但是当他看清楚风的模样后，却又被吓得浑身一颤，双腿一软。若不是楚风将他搀扶住了，他定要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楚风师弟，是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才不知道是你，要是知道是你，我哪里敢说那些？所以我真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放在心里啊。那位此刻强挤出了一抹笑容，生怕楚风对他如何一般，笑的那叫一个殷勤。身为界师联盟的弟子，如今少有人不知道楚风。先不说楚风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单单是有苗人笼罩着这一点，就没有人敢得罪楚风。这位弟子知道自己先前出言不逊，所以此刻赶忙对楚风道歉。这位师兄，我想知道如今界师联盟发生什么事了？大家怎么这么着急？楚风问道。楚风师弟，你知道东方地族吧？那位说道。知道。楚风点了点头。那你也一定知道，东方地族的几位皇子，那都是武之圣土最顶尖的天才，日后都有机会成为武帝的好苗子。那位说道。楚风再度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东方地族的几位皇子有多利奥的，但是他却知道东方地族的3皇子东方泽轩的确很厉害。东方地族的3皇子东方泽轩如今就在我界师联盟挑战我界师联盟的天才们，并且他挑战的不是别的，而是我界师联盟最为擅长的结界之术。而且不仅他来了，他还找来了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3座势力的人马来看热闹。他这显然是有备而来，是来砸场子的。而今天正是约好比拼结界之术的日子，那钟声就说明比拼快要开始了。那位弟子说道。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这可都是9世之一，各自统治一方领域的超然势力，他们也来了，还是来看热闹的。9世不是同根吗？他们怎么会帮东方地族？楚风有些不解地说道。楚风师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虽说9世是同根一体不假，但其实都是各自为营，彼此都想成为9世的老大，暗地里争斗了不知多少年。而东方地族如此强大，自然有着不少人想与他们搞好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了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这3座势力。那位弟子说道。明白了。
多谢这位师兄告知。楚风说话之间，便再度跃起，跟随人群向那广场飞掠而去。来到广场，这里早已人山人海，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浩瀚人海却是一片寂静，到处都散发着星号与凝重的味道。就算有人说话，也都是以传音的方式，很少有人敢大声喧哗。楚风知道，不是人们不想说话，只是他们不能大声说话。毕竟此刻聚集在广场中心的，那可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所有界师联盟的人都想给那些大人物留下一个好印象。而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不能像泼妇一样议论纷纷、胡乱讨论。至少在比拼开始之前，他们要表现得淡定一点。东方地族果然不容小觑，这个阵势还真是令人头疼啊！楚风发现，此刻界师联盟之中，不仅界师联盟的盟主苗人龙以及众位当家界灵师在，还有许多修为深不可测、活了无尽岁月的老怪物坐在他们的左右。楚风知道，这些人的实力与地位都不低于界师联盟盟主以及苗人龙，甚至比他们还要高，因为他们都是界师盛会内的人。这一次，界师盛会派出的人足有23人，而上一次小美与左天尊来闹事，只是派出了2人而已。这一次，界师盛会派出耳朵人数是小美那一次的10倍还要多，由此可见，他们对于东方地族的重视。而事实上，东方地族来的强者的确不少，那些数以万计的小兵小卒不提，单单半地巅峰的人物就有20人。眼下这20位半地巅峰级的大人物，却全都如同护法一般，围绕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长相平平，但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异于常人的傲气，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难入他的法眼一般。而这个年轻人，自然就是那位东方地族的三皇子东方泽轩，3品半地。这个修为，哪怕是林叶舟和秦凌云在他的面前，也都是不值一提。怕是如今9世的所有弟子之中，都没有弟子能与他相提并论。可这东方地族却能够培养出了这样一个天才，由此可见，9世的确无法与4大地族相提并论。楚风感受到了东方泽轩的修为，3品半地，是楚风所见过同辈之中最为强大的一位。可以说，在小辈之中，他的确是一位可以傲视群雄的存在。如此年纪便达到了3品半地，那么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再给他几百年的时间，他的修为又会达到何种地步？也许过不了100年，他就会超越在场的所有强者，跨越那道无数人都无法跨越的界限，成为一代武帝。这样想想，这东方泽轩就算狂，也的确是有狂的资本。这个资本是林叶舟与秦凌云也不具备的。而除了这些东方地族的人之外，楚风还注意到了3匹人马，他们的人数都不多，每一匹不过几位而已，但却都是实力强悍的大人物。这3匹人马自然就是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的人。虽然他们只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访，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是来帮助东方地族的。而他们的帮助也绝非是武力上的帮助，他们的帮助乃是传播消息，无形之间对界师联盟造成压迫。举例说明，假如这一次东方泽轩的挑战失败，那也就罢了，可若是东方泽轩胜了，那么他们不仅仅是这场对决的见证者，也将是这个事件的传播者。他们将以他们超然的身份传播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坚信东方泽轩真的以结界之术击败了界师联盟的天才。那个时候将成就东方泽轩的名气，但同时也打击了界师联盟的地位。忽然，东方泽轩身形一动，便化作一道金光，如同一条金色的蛟龙一般拔空而起，随后又急速下落，最终离开看台，站在了广场的最中央。虽然东方泽轩的动作很是简单，但是却显示出来他的绝对实力，让在场的同辈中人皆是自叹不如，让在场的众位高手也是赞叹不已。哪怕此刻这广场内外已是人才济济，但是东方泽轩身在此处，依旧是人中之龙，无人可比。我先把话说清楚，我东方泽轩不喜欢浪费时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上，但是最好还是直接派最强的那个来，反正结果都是一样，肯定是我赢。东方泽轩平静的开口了，语气与他的外表一样，透露着浓浓的狂傲之意。盟主，让我去会一会这位东方地族的三皇子吧。本在界师联盟盟主身后的林叶舟站了出来，而事实上，这个时候界师联盟能够拿得出手的同辈中人其实并不多，林叶舟便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可是背着界师联盟第一天才的名号。去吧，切磋而已，点到为止即可。界师联盟的盟主对林叶舟也是寄予厚望，虽然论修为，林叶舟肯定是无法与东方泽轩抗衡的，甚至可以说2个人的修为乃是天差的别。但是论到结界之术，林叶舟可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毕竟东方地族在结界之术方面本就不擅长，可界师联盟却是5支圣土公认的结界之术的顶尖势力。遵命，林叶舟请命成功，便自高台一跃而起，站到了距离东方泽轩不足100米的对面。三皇子，请赐教。落下之后，林叶舟对着东方泽轩抱了抱拳，虽然是在做应该的礼节，但他也是不卑不亢，倒也算是彰显了界师联盟第一弟子的身份。东方泽轩打量了林叶舟一眼，没有说活，但嘴角却掀起了一抹轻蔑的冷笑。看不起，绝对的看不起。不管这林叶舟在界师联盟如何的呼风唤雨，但却根本无法入东方泽轩的法眼，难以被其正视。东方泽轩，我知道你很强，但你要与我比拼的可是结界之术，在这方面你可未必是我对手。被人如此轻视，林叶舟自然也表现出了不满。他意念一动，磅礴的黄级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如同金色的火焰一般，在其四周萦绕开来。黄袍界灵师看着林叶舟所释放的结界之力，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的高手们也都是眼前一亮，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界师联盟会出现这样一位天才。不过相比于他们，东方地族的人
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并没有被林叶舟这黄袍界灵师的身份所惊艳到。说那么多废话有何用？不如直接动手吧。东方泽轩冷笑道：“你想怎么比？”林叶舟问道：“身为男人，就别搞那些虚的了。我守你攻，然后你守我攻，谁能率先攻破对方的结界，谁就赢。”东方泽轩说话之间，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汇集而出，在其身前形成了一座高达10米、流光璀璨的金色盾牌。见到这盾牌，界师联盟的不少人都是眉头紧皱。先不说这盾牌有多强悍，单说这结界之力，竟也是皇级。原来这位东方地族的三皇子也是一位黄袍界灵师。如果说界师联盟培养出一位年轻的黄袍界灵师乃是理所应当的话，那么东方地族培养出了一位年轻的黄袍界灵师，那可就让人意想不到了。好，那我就出手了。林叶舟虽然意识到对方不简单，但却也没有气馁。向来自信的他没有太多的酝酿，而是直接发动了攻势。磅礴的金色结界如同金色的气浪一般，滚滚翻腾之间，直接轰在了东方泽轩的盾牌之上。然而当那金色的气浪化作汹涌的涟漪涌向四周之际，那盾牌却是纹丝不动，毫不受损。一个字：弱。东方泽轩嘴角上翘，发出了这样一句嘲讽。而东方泽轩的嘲讽显然激起了林叶舟的怒火，他冷哼一声，便双手变化，快速结印。随着他的双手结印，那萦绕在他四周的结界之力变得越来越精纯，最终竟凝聚成一把金色的长枪，横在虚空之上。长枪长达10米，粗壮有力，宛如可以洞穿一切。这把长枪所蕴含的威力，绝对不亚于人尽武技。看着林叶舟所凝聚的金色长枪，界师联盟的许多弟子忍不住欢呼起来。哪怕是看台之上的界师联盟盟主以及界师盛会的长老们，也是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们都看得出来，林叶舟所凝聚的这把金色长枪的确很不简单，这是一种高超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去！突然，林叶舟暴喝一声，手指对着东方泽轩一指，那杆金色长枪便荡起一道空气涟漪，射向了东方泽轩。长枪射中盾牌，发出了一声钢铁交织的巨响。但是当那巨响传来之际，界师联盟的众人却都是脸色铁青，大吃一惊，因为此时此刻挡在东方泽轩身前的盾牌依旧完好无损，可是林叶舟的金色长枪却已寸寸断裂，散落一地。这东方泽轩的结界之术竟然如此强悍。这一刻，界师联盟的所有人都是感觉不妙，他们似乎都低估了这位来自东方地族的对手。该我了。然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东方泽轩却探出了右手，随后扭转起来，而在其手势的操控之下，那挡在他身前的巨型盾牌竟然开始融化，从实体化作气体，并且此刻正向林叶舟奔涌而去。这一幕再度惊呆了界师联盟的众人。身为界灵师，他们都很清楚，结界之术实体的形态最强，散体形态较弱。而这东方泽轩的盾牌明明是实体，可它却化为散体，使得结界之力的强度减弱之后，才攻向林叶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方泽轩非常的看不起林叶舟，看不起到来减弱自己的攻势，才对其发动攻势。胆敢小看我，而被人如此轻看。林叶舟也是气得不轻，施展全力，在其身前凝聚了3道结界墙，并且每一道结界墙都是异常的坚固。林叶舟真的是拼了，这一次他是毫无保留，他要靠这一次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这界师联盟第一弟子的名号乃是实至名归。然而当一声巨响响起之际，人们却也听到了一声惨叫。林叶舟所凝聚的3道结界墙不仅在一瞬间全部被击毁，就连林叶舟也是被那股余波所波及，弹出数米后才稳落于的。虽然林叶舟没有身受重伤，但却也受了一些皮外伤。这场对决胜负已分。这一刻，高台之上的界师联盟高层全都傻眼了，他们没有想到林叶舟会败，并且败得如此之惨。而界师联盟众弟子的情绪则是更加的复杂，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自认为界灵之术无双的他们，如今被人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疼得心灵都在颤抖。不过相比于男弟子，女弟子倒好很多，甚至有些女弟子表面故作伤痛，但目光却绽放起了爱慕的神采。他们已经被东方泽轩的绝对实力迷倒了，尽管他们是界师联盟的人，尽管与东方泽轩是敌对阵营，可是假如东方泽轩愿意，他们绝对愿意抛开现有的一切，投入东方泽轩的怀抱，就算为奴为婢也是愿意。而这就是一个强大男子的魅力。有些男子对一个女子百般疼爱万般好，可也无法让那女子对其动心，但有些男子什么都不必做，只需展现自己的实力，就能让无数女子为其倾心，甚至死心塌地。这就是差距，与地位无关，与容貌无关，甚至与人品无关，单纯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崇拜强大，这是个别女子的天性。尽管大部分女子还是会对那些真心对她的男子动心，甚至付出，但的确有这么一部分女子对那些为其付出真心的男子不屑一顾，只想着攀附那些实力强劲的男子，甚至为此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不择手段。而眼下界师联盟就有一些这样的女子，她们已经对东方泽轩动心了。不过可惜，她们这样的女子根本入不了东方泽轩的法眼。要知道从头到尾，东方泽轩就没正眼看过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这一刻，楚风发出了一声冷笑，他感受到了那些爱慕东方泽轩的目光，所以他才觉得可笑。不过在冷笑之时，楚风也感觉一丝庆幸，因为越是与这些唯利是图的女子对比，楚风越是发觉自己身边的女子是如此的优秀，是如此的完美。界师联盟的结界之术也不过如此。依我看，外界对你们是太过高看了。就在这时，东方泽轩再度开口了，语句之中满是嘲讽之意。东方泽轩，
做人要低调一点。你这样狂妄自大，就不怕闪了舌头，或是得到报应吗？借师盛会的一位长老很是不满地说道：“这位前辈，我可不是看不起你借师联盟，只是阐述事实罢了。毕竟我所见到的结界之术真的不怎么样。你若想让我对你借师联盟刮目相看，那也可以啊，派出一个有实力的弟子，让我见识一下，那不就得了？”东方泽轩说道：“放心，马上就有你受的。我借师联盟的弟子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结界之术。”那位长老说道：“是吗？那我可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结界之术了。”东方泽轩轻笑道。对于东方泽轩如此猖狂的表现，看台之上的借师联盟高层皆是眉头紧皱，多多少少表现出了一些不悦。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却别无他法，毕竟这是小辈之间的对决，除了派出强有力的弟子之外，他们能做的只是看热闹罢了。苗人龙，那个叫小美的丫头怎么还不来？再这样下去，我借师联盟可真就要成为这东方泽轩成名的踏脚石，被天下人所嘲笑了。那位借师盛会的长老有些焦急，毕竟林叶州已经败了，小美是唯一一个能够击败东方泽轩的人，所以小美成了这场比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借师联盟的名声能否保住，都靠小美了。但是眼下小美却没有现身，她自然着急。我去看看。苗人龙说话之间，身形一动，悄悄地离开了看台。我也去。见状，本坐在苗人龙身后的司马颖也是身形一动，追了过去。是去找小美了吗？该不会出事了吧？楚风观察敏锐，注意到了看台上的细节。他发现从始至终，这广场都没出现苏美的身影。而这种情况多半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苏美根本不在借师联盟，所以才没有出现，否则她一定会代表借师联盟出战的。还有一种就是苏美出现了特殊状况，根本就无法出战。而若真是这样，那么楚风觉得这多半就是反噬之痛又在作祟。想到此处，楚风也是悄然动身，向苏美地居住之处飞掠而去。毕竟苏美可是他的心爱之人，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关心苏美地安危。而事实上，此刻小美出了事情，并且如同楚风所料，苏美正是受反噬之痛的侵扰。此刻苏美居住之所的一座厅堂之内，苏美盘坐于地，而在她的不远处乃是左天尊。在苏美与左天尊的中间，乃是一座疗伤阵法。这阵法由左天尊催动，正在源源不断地融入苏美地体内。左天尊就是担心苏美会受到反噬之苦，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此处，陪伴着苏美，想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尽快帮助苏美解决反噬之痛，好让她顺利出战。可不曾想，苏美不但真的遭受了反噬之苦，并且这一次比以往都要猛烈，哪怕是左天尊也无法快速地解除这种反噬之痛，只能减缓而已。如今距离与东方地族比拼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段，所以左天尊也很着急，毕竟这场比拼的胜败可关系到借师联盟的声望，而苏美是能够在这场比拼获胜的关键所在。你们不能进去。眼下苗人龙已经带着司马颖来到了苏美的住处，可不曾想左天尊派人把守在此处，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并且这两位把守之人也不是寻常的角色，乃是借师盛会内两名位高权重的长老，哪怕苗人龙在他们的面前也是没有任何话语权。两位大人，不知小美姑娘可在这里？苗人龙问道。怎么，是借师联盟的小鬼们斗不过东方地族那小子了吗？其中一位黑脸的长老冷冷地问道。现在情况有些不妙，的确需要小美姑娘去救场。苗人龙说道。一群废物，比拼的不是结界之术吗？怎么还斗不过东方地族的小子？我借师联盟的名声简直都被你们这群废物给败尽了。那位听到后很是不悦，苗人龙一脸尴尬，不知如何回答。毕竟这的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是他也无能为力。算了，这事弟子不争气，你难为人龙干嘛？另一位长老开口了，他相比于那位黑脸长老，态度可谓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并且还对苗人龙解释道：小美现在身体有些不舒服，天尊大人正在替她医治，待得医治好了，自然就去了。不知道小美姑娘到底是怎么了，需要我帮忙吗？苗人龙善意地问道。天尊大人都不行，难道你觉得你可以？那位黑脸长老很是不屑地说道。苗人龙无言以对，若是左天尊都应付不了的事情，显然他也是无能为力，但是他只是一片好心。这位竟这么说话，真的是让他很是难堪。而这一刻，站在苗人龙身后的司马颖则是气得咬牙切齿，若不是对方身份利傲的，他早就开始怒骂了。毕竟苗人龙可是他非常尊重的人，简直与他的亲爷爷没有两样。而这位黑脸长老说话实在太难听了，难听的让他根本受不了。也许我有办法。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男子的声音忽然天空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众人的面前。楚风。见到楚风，苗人龙与司马颖是又惊又喜。惊是楚风怎么会忽然出现，喜自然是看到楚风，他们便感到高兴。楚风，你就是那个楚风。而见到楚风，那两位长老也是仔细地打量了楚风一番，与对待其他小辈的态度很是不同，尤其是那位和善的长老对楚风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欣赏。显然他们也都听说过了楚风的事情，知道楚风是一位难得的天才，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在下正是楚风。楚风听到了先前那黑脸长老是怎么刁难苗人龙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对这位长老也没有什么好印象，而楚风看不惯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好好对待，所以哪怕他们再位高权重，楚风也没有对他们阿谀奉承，甚至连最基本的礼节也是没有做。口气倒是不小，你刚刚的意思是你比天尊大人还要厉害，所以能搞定连天尊大人都搞不定的事？那位黑脸长老冷嘲热讽地说道，目光之中充满了不善。我只是说也许，并没有说肯定。楚风回道，好一个也许，也许也就是有可能，你小子
可真是狂妄自大。黑脸长老冷声怒斥，看来他已经受不了楚风这种目无尊长嚣张态度了。让他们进来吧。不曾想，就在这时，殿内却忽然传来了左天尊的声音：“你们进去吧。”听着这个声音，那另外一位长老并未迟疑，而是赶忙打开了殿门，让楚风等人进去。见状，急着想见苏美的楚风便毫不客气的第一个走了进去，而苗人龙与司马颖则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进去。你进去干嘛？忽然，那位和善的长老对黑脸长老问道。因为那位黑脸长老竟然也跟了进去，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子到底有什么手段。黑脸长老扔下这句话后就跟了进去，都活了几千年了，居然还和一个孩子较劲。见状，那位长老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后便关闭殿门，继续守护此处。而楚风一行人一路前行，很快便来到了苏美与苗人龙所在的厅堂之内。进入厅堂，看到苏美，楚风顿时眉头紧皱，异常的心疼起来。尽管此刻的苏美仍然穿着那身遮盖脸庞的长袍，没有展露自己的面容，也就没有展露出任何痛楚，但是楚风还是能够想象得到此刻的苏美那苍白的脸庞以及强忍痛楚的模样。这小美姑娘到底是怎么了？苗人龙不知道苏美怎么了，但是看到左天尊那副吃力的模样，他便知道小美的情况肯定不乐观。小美的确不舒服，你们也看到了，不过不必担心，我能够搞定。人龙啊，你先回去吧。东方地族的人若是着急，你就随便找个借口敷衍一下，他们若是不信，那就随他们吧。左天尊说道。遵命。苗人龙不敢违背左天尊的命令，转身便要离去。可是此时的楚风却是盯着苏美一动不动，神情有些不太自然。走吧，还看什么看？真以为你能帮上忙？那位黑脸长老对楚风说道，语气很是讽刺。天尊大人，能否让晚辈试试？楚风开口说道。什么？你还真要试试？听得此话，那位黑脸长老顿时张大了嘴巴。事实上，莫说是他，就连准备离去的苗人龙与司马颖也是止住了离去的步伐，以诧异的目光看向了楚风。你说什么？左天尊用那诧异的目光看着楚风，显然他也在怀疑楚风的能力。请天尊大人让晚辈试一试，我想试着帮助一下小美姑娘。楚风再度开口，而他此话一出，厅堂之内一片沉默，所有人都不再说话，却神情复杂。左天尊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楚风，苗人龙与司马颖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楚风，而那位黑脸长老则是以讽刺的目光看着楚风，巴不得楚风出洋相。那你过来吧。终于，左天尊开口了，他竟同意让楚风一试。多谢前辈。楚风表示感谢，毕竟没有左天尊的允许，他真的没办法出手。但是只要左天尊允许，他就能够帮助他的爱人。眼下左天尊允许了，就等于给了楚风一个机会，楚风自然要感谢于他，感谢他给帮助自己爱人的机会。不必谢，你若是能够帮助小美，这自然最好；若是帮不到，你这份心意我也替他领了。左天尊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也不再犹豫，走到苏美近前，便开始布置阵法。黄袍界灵师，楚风，你成为黄袍界灵师了。楚风这刚一出手，就让在场之人大吃一惊。莫说那黑脸长老，莫说是左天尊，就连与楚风关系颇为亲近的苗人龙和司马颖，此刻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已然成为了黄袍界灵师，这也太突然了。毕竟之前的楚风还是金袍界灵师而已，而对于左天尊和黑脸长老来说，这就更是让他们惊讶不已，甚至是难以接受了。想他借尸联盟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在小辈中培养出了林叶舟和傅飞腾两位黄袍界灵师，可是现在青木山的弟子竟然也杀出一位黄袍界灵师，并且还是与修罗灵界缔结契约的修罗界灵师。最让他们吃惊的是楚风的年纪，他的年纪比之林叶舟和傅飞腾可是小了不少，这个年纪就成为黄袍界灵师，当真是惊为天人。这是然而当楚风布阵之后，本就吃惊的左天尊等人皆是眼前一亮，再度吃了一惊。他们都在第一时间便看出楚风所布阵法的不简单，哪怕阵法还未成型，只是刚刚开始，但他们也都感受到了这阵法的威力。而这座阵法自然就是楚风在九灵神图之内所找到的阵法。楚风的手法极快，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布阵开始便没有一丝的迟疑，而是步步精准，并且设计巧妙，堪称完美。这样的楚风更是看得苗人龙等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那位黑脸老者，此刻的神情那叫一个精彩，天才，绝对的天才。如此年纪，如此实力，如此阵法，如此手段，楚风的表现当真是要他们叹为观止。就在这时，楚风的阵法光芒大盛，源源不断的灵力自那阵法衍生而出，开始融入苏美帝体内。而当那灵力入体之后，苏美竟发出了一声轻哼，那不像是疼痛的声音，反而像是一种解脱，从痛苦中解脱而出的畅快之音。有用了，楚风，继续。见到这一幕，左天尊顿时大喜，他收起了自己布置的那座阵法，来为楚风腾出更多的空间，帮助苏美。而他之所以这样做，那是他非常清楚，他布置的阵法只能起到缓解苏美反噬之痛的作用，但是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却能够抵消反噬之痛。就这样，楚风凭借九灵神图之中的阵法，开始全力的替苏美疗伤。这种情况之下，不过短短片刻的功夫，苏美竟然开口说话：“楚风哥哥。”苏美说出的第一句话叫的是楚风的名字，叫的不仅亲切，还娇躯一纵，扑入了楚风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了楚风。这一幕惊呆了苗人龙、司马颖以及黑脸长老，这什么情况？堂堂左天尊的义女，借尸联盟最强的天才，不仅叫青木山的弟子如此亲切，还主动拥入怀中，投怀送抱，这到底什么情况？嗨嗨，小美，就算楚风小友帮了你，也不用如此热情吧。就在这时，
左天尊无奈的开口了。相比于他人，他其实知道楚风与苏美的真正关系，但是碍于那位盲眼老人的要求，他不仅要装作不知道，还要装作对楚风毫不了解。不好意思，我有些激动了。苏美刚刚恢复意识，便见到了楚风，异常的高兴。毕竟楚风是他朝思暮想的人，但是左天尊的话却点醒了他。他就算再想念楚风，但是在他人面前，他也有所收敛。所以此刻，他从楚风的怀中脱离了楚风来，说道：“不过楚风，我真的谢谢你，你的这座阵法好神奇。这座阵法其实很简单，就算你自己布置起来，也不会太难，我可以教给你。不过在此之前，小美姑娘还要先击退东方地族的那位三皇子。”楚风笑着说道：“相比于苏美，他更能分得清场合，看得清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装出一种距离感，至少现在要有这种距离感。已经开始了吗？”听得此话，苏美才反应过来，她遭受反噬之痛，疼痛难忍，早就忘却了时间，自然不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更不知道比拼到了什么地步。小美姑娘，那东方泽轩不仅也是一位黄袍戒灵师，他的结界之术也是非常之强，小辈之中像他这样的戒灵师可不多见。现在林叶州已经败了，能够击退东方泽轩的就唯有你了，我戒师联盟的名声能否保住，也都靠你了。苗人龙解释道：“既然如此，那我们这就出发吧。”苏美说道：“小美，你确定现在的你可以对付东方泽轩吗？”左天尊还是有些担心，他比较了解苏美帝反噬之痛，担心苏美帝身体还未恢复。义父，我现在的状态非常好，而这则多亏了楚风。苏美说话之间看向了楚风，听得此话，左天尊、苗人龙、司马颖以及黑脸长老四人一同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皆是掺杂着复杂而欣赏的情绪。尤其那黑脸长老此刻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不仅没有了先前的那种轻蔑以及不屑，反而增添了一丝敬佩和浓浓的刮目相看。怎么回事？到底还比不比？如果没有人能够与我一战的话，那我就走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广场之上，东方泽轩负手而立，以一种高高在上却很不耐烦的口气说着。而事实上，自从苗人龙等人离开后，这东方泽轩的嘴就没停过，而他所说的话自然皆是讽刺和嘲讽的词语。最无奈的是，对于东方泽轩的冷嘲热讽，戒师联盟的人们尽管很是不爽，却是没什么办法，毕竟人家所说也是事实。现在他们的确拿不出人与东方泽轩一战，人家就算挖苦你，你又有什么办法？戒师联盟距离东方地族那么远，为了这场比拼，你都万里迢迢的赶过来了，怎么等这么一会功夫就等不及了？就在这时，一道威严十足的声音忽然自远处的天际响起，而伴随着那声音的响起，一队人马也是自那声音传来之处现身。而这几位正是以左天尊为首的楚风等人。先前那句话是左天尊发出的，拜见左天尊大人。看到左天尊，莫说是戒师联盟的人，就连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甚至东方地族的众位高手也是赶忙施礼。毕竟左天尊可是一位武帝强者，在整个武之圣土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们这些人还没有一个人敢在左天尊的面前耀武扬威。晚辈拜见左天尊前辈。事实上，就连桀骜不驯的东方泽轩在见到左天尊后，也是赶忙抱拳施礼，难得的露出了毕恭毕敬的神态。他可以看不起所有人，但却不敢看不起武帝。武帝强者，那还是他无法比拟的存在。以他这小小的修为，若是敢看不起武帝，那就是在作死，因为他不具备这个资格。算了，就都别来这些虚的了。你们东方地族、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兴师动众的来我戒师联盟，为的是什么？你们自己最清楚。然而面对众人的毕恭毕敬，左天尊却是毫不领情，反而出言讥讽。对于左天尊所说之话，众人皆是低头不语，满面难堪。先不说这位大人物说的都是对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位大人物的面前，他们也不敢反驳。小美，去吧，人家都等这么久了，可别叫他白等了。左天尊对小美说道。在左天尊的示意下，苏美也是娇躯一纵，宛如天女下凡一般，落在了广场的中央。戒师联盟苏美，请赐教。苏美报出了自己的姓名。苏美，原来小美姑娘的大名叫做苏美吗？戒师联盟的众人颇为欢喜，他们虽然知道苏美强大，但却还不知道苏美的大名，如今得知，自然高兴。毕竟苏美可是戒师联盟最强的天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是戒师联盟如今的王牌。原来让我久等的王牌还是位姑娘。这位姑娘，不知道你为何遮挡容貌？难道是丑得不敢见人吗？东方泽轩虽说对左天尊毕恭毕敬，但是对其他人可就刻薄的不行，尤其是对于他的对手。对啊，小美师妹为何一直遮盖自己的容颜？莫非有什么隐情吗？该不会真的如那东方泽轩所说，真的是一位丑女吧？怎么可能？以小美师妹的结界之术，想易容不就是玩样吗？你傻呀！虽然结界之术改变容貌很容易，但毕竟是假的，在高手的眼中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么说来，小美师妹真的可能是因为太丑才不敢见人的。虽然东方泽轩是有意羞辱苏美，这是一件很令戒师联盟之人愤恨的事，但他们却也很好奇，苏美为何一直遮挡自己的容颜。然而对于众人的怀疑，苏美却发出了一声轻笑，气息刻薄，但却非常好听，并且在此之后，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将那遮盖全身的长袍摘了下来，露出了自己那甜美而可人的容颜。见到苏美的真容，在场一片惊呼之声，尤其是那些本就爱慕苏美之人，更是一脸的窃喜，内心无比的欢喜。苏美帝容颜虽然谈不上倾国倾城，说不上是绝世美女，但在整个戒师联盟都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她那纯纯而甜美的可人模样，让人发自内心的
想要宠溺，想要心疼。想不到小美师妹如此美丽，一耳还要招人喜欢。而这一刻，林叶舟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笑意。本来他惨败于东方泽轩，很是郁闷，但是看到自己的梦中情人竟如此美丽，他的那份郁闷便化解了不少，就仿佛苏美已经是他的人了一样。原来是位美女，不过我这个人对美女可并不感兴趣，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是美女，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东方泽轩冷笑道：“不必手下留情，因为我对你也不会客气的。”苏美淡然一笑，随后竟猛然出手。苏美这一出手就是惊为天人，她使用的是结界之术的攻杀之法，并且威力相当骇人，有2下子。这一刻，东方泽轩也是不敢掉以轻心，双手舞动之间，磅礴的结界之力已是散发而出，并且在其催动下，化作层层攻杀阵法，与苏美的阵法交织在了一处。一时之间，轰鸣四起，涟漪横生。二人虽然是在以结界之术战斗，但那战场却异常的凶猛，并且看得人们欲罢不能。结界之力，这号称最强的防御力量，此刻在他们2人的手中，变成了最恐怖的攻击手段。尽是重文的结界之力，千变万化，时而乌云滚滚，时而电闪雷鸣，时而猛兽咆哮，时而万千神兵。2道相同的结界之力正在相互攻击，那场面相当的壮观。莫说是同辈的界灵师，就连是老一辈的强者们，也是看得流连忘返，欲罢不能。强，实在太强了。他们2人所用的攻击手段，已经超出了同辈中人不知多少个层次。哪怕在场的老一辈们，也是很多表示自愧不如。不过2者就算再强，也总要分出胜负。起初苏美步步紧逼，一直压着东方泽轩打，并且越压越稳，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这让界师联盟的人容光焕发，笑口颜开，却也让东方地族的人眉头紧皱，愁眉不展。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东方泽轩必败无疑之际，他却忽然发动了奇袭。忽然间，银光一闪，一把不足1寸的飞镖自东方泽轩的掌心拖出，如光一般射向了苏美。一切太快，在场的许多人都没有看清楚，苏美就算反应了过来，也是躲不开。于是，在一声闷响之下，一道血花倾洒在了广场之上，而苏美也是应声倒下。苏美这位王牌竟然败了。